听四月说中文。Hello，大家，这周过得好吗？你们住的地方都怎么找工作呢？是完全用网络，还是有其他热门的管道呢？那在台湾，大部分的人找工作应该都是透过网络，毕竟现在网络很发达，有很多征才的网站。台湾又称为人力银行，大部分的人找工作主要都是在这些人力银行的网络平台里面找。当然也有针对打工或是 SOHO 的找工作平台可以使用。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台湾人主要用的找工作平台有哪些。首先，最热门的找工作平台应该就是名叫104人力银行的网站。那这个网站是几乎台湾所有有规模的公司都会在上面刊登职缺的网站哦。而且无论是你想要找正职、兼职工作或是打工，都很方便。上面有许多各种功能，可以让你筛选出你想要的工作，而且也有很贴心的功能，像是不让你前公司看到你的履历这样的功能，可以说是刚好抓住了很多人的心。因此，如果你想要查询台湾比较大公司的工作机会，在这个网站上应该都可以找到。其实台湾的公司使用这个网站刊登职缺也是需要付费的，所以算是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毕竟公司都付费刊登职缺了，应该可以增加一点信任度吧。而且这个网站不仅中文，现在也有推出英文版，方便外国人使用哦。如果来台湾要找工作，应该可以把这个网站当做第一个选择。再来很类似的，也有一个叫1111人力银行的网站，概念也非常类似，界面也和104人力银行有点像，也是有推出英文版的，所以也可以到这个网站看看。有时候一间公司可能会同时在2个人力银行网站都刊登职缺，但是也有只有在一个人力银行刊登的情况。所以如果你真的对某一间公司非常有兴趣的话，可以2个人力银行都看看，或许更有机会找到你想要的工作哦。再来，最近在台湾比较红的叫做小鸡上工这个网站，光是看到这个名称，应该可以猜到，它主要是针对打工族的公司以及找打工工作的人所设计的哦。这个网站的界面就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应征者填上太多的资料就可以开始搜寻工作，而且看得出可能是因为学生为主的关系，上面主要的工作经历也会要你填写打工的经验，而不是一般公司的工作经验。另外也有给你填写家教的经验这样的栏位。总之，主要就是以打工族为主的一个平台。而且我自己也去试用了之后，感觉这个平台是比较针对使用手机找工作的人，手机的界面方便程度好像比网站还要高，因此现在深受学生和打工族的喜爱。加上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饮料店、小吃店、连锁餐饮店等等，现在可以说都是非常缺人的状态。也因为台湾有少子化的现象嘛，找到能愿意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困难。因此，这样的平台的确帮助公司老板能够更快且更有效率的找到打工族，算是蛮符合现在需求的平台。而除了比较传统的人力银行以及找打工的平台之外呢，现在也有像是 Cake 这样的平台，原本叫做 Cake Resume，主要是针对新创公司所做的真人网站。如果你对新创公司，也就是 startup 有兴趣，或是想要找可以在家工作或是国外的新创公司，在这个平台就很有机会找到哦。它的整个设计的重点也不太一样，是让每个人有一个个人档案的形式，取代掉履历的概念，让公司可以进到你的个人档案去查看你最新的状态。当然，它也有可以设计履历或是把履历储存成 PDF 档案的功能，我觉得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平台。另外，当然，如果想要找一些大公司的职缺，台湾很多公司也会把职缺直接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
而且这些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本身都有自己的系统，会请有兴趣的应征者再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填写资料，并上传履历等等。所以有时候虽然你已经透过一些平台应征了，但还是要多花时间再去那间公司填写资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麻烦啦。但如果真的想要这份工作，你也只能照着做了。所以说，台湾现在找工作的方式呢，主要都是透过网络居多咯。当然，传统的报纸上还是有少数会刊登工作的公司，甚至有些地方的店家也会直接在门口贴真人的广告。那如果你来台湾读书，想要找一份打工，就可以试试看那些平台，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口味，或是你真的去一间有贴真人广告的小吃店或是餐厅去应征，也是有机会的哦。相信你都可以从这些管道顺利找到你想要的工作哦。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我也会持续的更新，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